嗨，我是瑞哥的小伙伴 Grace，让你用轻松简单的方式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与不动产。请注意，本频道仅分享个人感想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货币与 NFT 属于高风险资产，本频道不承担任何后果。自从上周加密友好银行 Silvergate 倒闭，到这周的矽谷银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和币圈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矽谷银行自1983年创立以来，专注为新创企业提供风险贷款。透过风险债的形式，银行以借贷、收利息的方式投资于新创公司，不需要特定的抵押品。因此，这种风险债权常常吸引新创公司和早期阶段的企业。债权人用获得的认股权证来补偿增加的风险，同时又不会对企业的股权过度稀释。这种贷款方式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发展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让持股有1750亿美元的存款，美国第16大银行，且3月初被评选为年度最佳银行的矽谷银行，在48小时内破产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矽谷银行在上一周接到了信评机构穆迪的评级降级预告。因为矽谷银行面临未实现亏损的风险，可能降低信用评级，而且可能不止一级。这对矽谷银行来说是个挑战。为了支撑起资产负债表，需要大量出售债券，换取现金来增加流动性，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用户的恐慌。另外，如果不改善资产负债表，信用评级下降也可能导致存款外流。造成这个情况是因为2022年下半年连续的加息，让债券价格不断下跌，矽谷银行也出现了高额浮亏。虽然有句话叫不卖就不亏，但是需要现金时就不得不卖了。矽谷银行出售了210亿美元的债券，导致18亿美元的亏损。另外，为了筹措资金，矽谷银行在周三 Silvergate 破产清算这天，宣布通过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等股权融资方式，募集 22.5 亿美元的资金。CEO 贝克尔也向最大客户群风险投资者们争取支持，但没想到这些机构转身就劝说被投企业们取出资金，就此引发了挤兑。破产的主因是市场利率上升，导致债券价格下降，而且这些债券并不是活期，存在期限错配，所以矽谷银行不得不以折扣价出售手中的债券，以应对用户的提款需求。所以这又跟币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 USDC 有33亿美元存放在矽谷银行，目前 USDC 市值约434亿美元，其中现金111亿美元，占比 25%， 其余是短期美国国债。目前看来 Circle 在矽谷银行倒闭中的损失不大，但从市场的恐慌程度来看， USDC 还是有脱锚的风险。那么发生什么事情会出现严重脱锚呢？周一银行开门是一个关键点，能否及时赎回 USDC 呢？幸好 USDC 大部分的储备是短期美国国债，但如果持续恐慌挤兑， Circle 的现金储备耗尽，导致要提前出售手中的国债换取现金，来持续从市场赎回 USDC。 但提前出售国债， Circle 就和矽谷银行以及 Silvergate 一样会面临亏损。如果赎回的时间变长，恐慌蔓延，导致更多人来换回美元，直至陷入死亡螺旋。现在法币稳定币对加密货币市场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作为 CeFi 与 DeFi 之间的桥梁，其中 DAI 像是加密货币抵押稳定币，更透过锚定稳定模块将 USDC 抵押1:1发行 DAI， 所以也面临了脱锚的问题。作为发行方， MakerDAO 也计划推动去法币稳定币的方案，这方面我们下次再来介绍。 Circle 将剩余的54亿美金全部转入纽约梅隆银行，降低其他家银行出问题的风险。梅隆银行在美国排名也是非常前面的。当大家猜测周一会不会发生挤兑时，美国财政部、美联储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表了联合声明。第一点，
宣布关闭加密友好银行 Signature Bank， 这是第2家被关闭的加密友好银行。第2点，矽谷银行与 Signature Bank 存款全部获得保障，但银行股东不会得到保护。所幸美国财政部提供宣布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，美联储让银行可以拿债券来融资，银行就不用折价售出浮亏的长期债券，这样可以暂时满足用户提款的需求。到现在为止，3家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的银行 Silvergate Bank、Signature Bank 2家是加密友好银行，矽谷银行偏新创企业借贷。相较传统金融，加密货币1年365天24小时不休市，存放在加密货币友好银行的存款，与其说是存款，其实更像系联汇款公司的浮动现金，主要用于结算交易，银行还是赚手续费，放短期国债分散风险。别以为这些存户会久放，一旦市场对加密货币的热度下降，存款就会快速提领外流。这2周实在太惊险了，还好出问题的银行有国债，但出现期限错配，幸好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出来解决流动性问题，否则存保公司只赔25万美元。今天介绍矽谷银行倒闭与 USDC 的关系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都清楚，资产分散配置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毕竟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经过这次的事件，大家的资产会怎么样分配呢？方便的话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本频道仅分享个人感想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货币与 NFT 属于高风险资产，不懂就不要玩哦。感兴趣的朋友订阅追踪按起来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。我是 Grace， 我们下次见。